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实在是让我感慨万分，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故事。我之前接待过不少跨海姻缘的案例，但是像小文这样的经历，真的是让我动容。小文是个二婚女孩，今年32岁，家住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个子不高，但是长得很精致，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笑起来还有2个小酒窝，十分招人喜欢。第一次见到小文的时候，她穿着一身简单的碎花连衣裙，头发扎成马尾，看上去清爽干净。但是当她坐下来，我注意到她的眼神里总是带着一丝警惕和不安。丽姐，我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的。小文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手帕。我知道我条件不算好，二婚还带着心理阴影，可能没什么人会要。听她这么一说，我就知道这姑娘肯定有故事。作为一名资深红娘，我早就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姑娘眼中的那抹京剧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在我的耐心询问下，小文终于打开了话匣子，讲述了她的第一段婚姻。小文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工作稳定，收入也不错。26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前夫小刚，当时小刚对她千好万好，体贴入微，小文被他的温柔体贴打动，恋爱半年就结婚了。结婚第1年，一切都挺好的。小文说，但是好景不长，小刚的真面目很快就露出来了。原来小刚是个十足的面子人，在外人面前彬彬有礼，回到家就变了个人。起初只是一些小的控制欲，比如查看小文的手机，质问他为什么和男同事聊天，甚至怀疑他和前任还有联系。慢慢的，小刚开始限制小文的社交，不允许他单独出门见朋友，要求他下班就直接回家。有一次，小文参加同学聚会回来晚了，小刚二话不说就是一巴掌。那一刻我惊呆了，不敢相信结婚才1年多的丈夫会对我动手。说到这里，小文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打完我之后，立刻变得特别后悔，跪下来求我原谅，说自己太爱我了，一时冲动。我当时真的以为是意外，就原谅她了。这不过是家暴的开始。之后的日子里，小刚动手的频率越来越高，理由也越来越离谱。有时候是饭做的不合他的口味，有时候是衣服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叠放，甚至有时候只是因为他工作不顺心，回到家就拿小文出气。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妈来看我，准备在我家住几天。小文声音颤抖着说，小刚嫌我妈话多，嫌她干涉我们的生活。晚上我妈睡下后，他把我拖到卫生间，打得我满身是伤，还威胁我说，如果敢告诉家人，就打断我的腿。天哪！听到这里，我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这哪里是丈夫，分明是个恶魔啊！这种畜生不如的东西，真应该关进监狱里好好反省。小文的妈妈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女婿家暴女儿，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她看出了女儿的不对劲。在妈妈的一再追问下，小文终于说出了实情。我妈听完就哭了，说都是她的错，没有把我嫁给一个好人，然后二话不说，收拾东西就带我回娘家了。小文苦笑着说，小刚当然不肯放我走，追到我娘家闹得鸡犬不宁，扬言如果我敢离婚就同归于尽。在家人的支持下，小文鼓起勇气报了警，申请了人身保护令，最终和小刚离了婚。离婚后，小文回到了父母家，整整3个月不敢出门，靠吃药才能勉强睡个安稳觉。家里人看他这样，心疼不已，想方设法帮他摆脱阴影。我父母劝我重新开始，但我实在是不敢再相信婚姻了。小文说，是我闺蜜推荐我来找丽姐你，说你特别靠谱，不会乱点鸳鸯谱。听完小文的故事，我气得直跺脚，这种人渣怎么配做丈夫？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一定要帮小文找到一个真正疼她爱她的好男人。考虑到小文的情况特殊，我格外用心地为她物色对象。恰好那时候有个台湾客户阿正，是通过朋友介绍来找我帮忙的。阿正今年38岁，台中人，在一家科技公司做研发主管，收入稳定，家庭条件也不错。阿正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师，家教很好。
阿正本人长相端正，为人踏实靠谱，最重要的是性格温和，从不发脾气。阿正啊，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介绍他的朋友这样评价，他前女友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发火，他都能好言相劝，从不恶语相向。后来分手也是因为价值观不合，绝不是因为脾气问题。考虑到小文的心理阴影，我觉得阿正的性格很适合他。但是我也坦率地把小文的情况告诉了阿正，包括他的二婚身份和曾经遭受的家暴经历。丽姐，我不在意他是二婚。阿正认真地说，我相信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如果他愿意给我机会，我会用行动证明，不是所有男人都会伤害他。听到这话，我心里暗自点头。这个男人懂得尊重女性，值得托付。经过我的牵线，小文和阿正开始了网上交流，两个人聊得很投机。阿正的耐心和细心一点点融化了小文心里的冰山。3个月后，阿正专程从台湾飞到大陆来见小文。我陪着小文去机场接阿正，远远的就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推着行李车走出来，看到我们立刻露出温暖的笑容。阿正人如其名，五官端正，眼神清澈，给人一种踏实可靠的感觉。小文，终于见到你了。阿正微笑着说，声音很温柔。他没有上前拥抱或者亲吻小文，而是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尊重他的个人空间。小文有些紧张，但还是勇敢地伸出手。你好，阿正，欢迎来到上海。阿正在上海待了1周，每天陪小文去不同的地方玩。他从不催促小文做决定，也不会趁机占他便宜，就是单纯的想了解他，想让他开心。临走前，阿正邀请小文有空去台湾玩，我想让你见见我的家人，也想让你看看台湾的风景。2个月后，小文鼓起勇气去了台湾。这一次，他看到了不一样的阿正。在家里，他主动承担家务，每天给父母做早餐，照顾得无微不至。他的父母也是一对恩爱夫妻，相互尊重，从不争吵。在台湾的日子里，小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关爱。阿正的家人从不干涉他们的决定，也不催促他们结婚。阿正的母亲甚至告诉小文，你们的感情需要时间培养，不要着急，慢慢来。回到大陆后，小文告诉我，她决定接受阿正的求婚。丽姐，我知道我可能还没有完全走出阴影，但我相信阿正会给我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他让我相信，爱情和婚姻本来的样子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半年后，小文和阿正在台湾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婚后，小文搬到了台湾，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刚到台湾的那几天，小文其实很不适应，不是因为水土不服，而是因为阿正和他家人的态度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就拿第1天早上来说吧，小文习惯早起，想给新家人做顿丰盛的早餐，表达自己的心意。谁知道她刚进厨房，婆婆就笑眯眯地走过来了。媳妇啊，你昨天坐了那么久的飞机，一定很累了。今天你好好休息，我来做早餐。婆婆温柔地说。小文连忙推辞，妈，我不累，我想做给大家吃，表示一下心意。心意我们都领了。婆婆拍拍她的手，但是你刚来，还要适应环境，不用这么着急证明什么。家务活大家一起分担，你先去熟悉家里的环境，想做什么家务，以后有的是机会。小文愣住了，这和她想象中的婆媳关系完全不同。在她的认知里，媳妇就应该表现得勤快能干，特别是刚进门的时候，更要主动承担家务，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懒惰不孝。更让小文惊讶的是，早餐后，公公主动起身收拾餐桌，阿正则负责洗碗。没有人要求他做任何事，甚至当他想帮忙时，公公还笑着说，你是客人，今天就好好休息，熟悉一下环境。可是我已经是家里人了，不是客人啊。小文有些不安地说，是家里人更要互相体谅。阿正笑着接过话头，爸妈平时就是这样，家务都是一起分担的，你不用着急，慢慢来。下午，婆婆提议带小文去附近逛逛，熟悉一下社区环境。逛街的过程中，小文发现婆婆对她的个人喜好非常尊重，从不强制她接受什么。这件衣服很适合你，要不要试试？婆婆在一家服装店前停下，
指着橱窗里的一条裙子问道：“挺好看的，但是会不会太贵了？”小文有些犹豫，喜欢就好，价格不是问题。婆婆笑着说：“再说了，你自己有工作，经济独立，买件衣服犒劳自己，有什么不可以的？”小文心里一暖，她以前买东西总要考虑前夫的态度，生怕他因为乱花钱而发脾气。而现在，婆婆不仅不干涉她的消费，还鼓励她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晚上回到家，小文发现阿正已经做好了晚餐，餐桌上摆着几道家常菜，还有一瓶红酒。今天妈带你出去逛了一天，一定累了，我想着给你露一手。阿正笑着说，虽然比不上餐厅的菜色，但都是我的拿手菜。吃饭的时候，公公提议每个人说说今天发生的开心事。轮到小文的时候，她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小文有些哽咽，你们对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傻孩子，家人之间不讲回报的。公公慈祥地说，阿正带你回来，你就是我们的女儿，我们只希望你和阿正幸福。饭后，阿正带小文去了他们的卧室，房间布置得很温馨，床头还放着一束鲜花。我不确定你喜欢什么风格，所以这个房间你可以随意改变。阿正说，这是你的新家，我希望你能感到舒适自在。小文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阿正，你们一家人对我太好了，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一样。这不是梦，这是你应得的。阿正轻轻擦去他的眼泪，爱一个人就应该尊重他的想法，关心他的感受，而不是控制和伤害。就这样，小文的第一天在台湾婆家度过了。晚上，当她一个人在浴室梳洗的时候，突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她哭是因为心里的委屈和感动终于找到了宣泄口，也是因为她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尊重和爱。阿正听到哭声，急忙敲门关心，小文，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小文擦干眼泪，打开门，扑进阿正的怀里。我没事，我只是太感动了。原来这就是尊重，原来真正的家人是这样相处的，人间值得啊！小文终于迎来了她的幸福，真是应了那句话，所有的江遇良人都是因为曾经历了不幸。小文在台湾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渐渐的，她开始适应并爱上了这里的一切。阿正家住在台中一个宁静的社区，周围绿树成荫，空气清新。每天早上，小文都会和婆婆一起去附近的公园晨练，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着周围的邻居们友善的打招呼，一切都让她感到温暖和安心。台湾真的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小文有一天对我视频通话时感慨道，在大陆，很多人觉得台湾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不高，但实际上这里的生活品质特别好。确实如此，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认为台湾经济不发达，生活条件差。但实际上，台湾的人均 GDP 在亚洲地区一直位居前列，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医疗水平高，教育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台湾社会非常注重人文关怀和个人尊严的保障。丽姐，你知道吗？这里的人特别尊重个人选择。小文兴奋地说，我婆婆从来不干涉我和阿正的生活，也不会因为我是大陆人就对我有什么偏见。相反，她还经常让我教她做一些大陆菜，说要了解媳妇儿的口味。婆媳关系是很多女性心中的痛，但在小文这里却成了一段温馨的友谊。婆婆王女士是退休教师，思想开明，行事理性。她常常会和小文分享自己年轻时的故事，也会询问小文在大陆的生活经历。我刚结婚的那年，也闹过不少笑话。王女士有一次对小文说，那时候不懂事，和你公公因为一点小事就吵架，后来慢慢明白了，婚姻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如何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这些朴实的话语让小文受益匪浅。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第一段婚姻，明白了当初的问题不仅仅是前夫的家暴，也有她自己的认知局限。她一直以为婚姻就是女方要忍让，要付出，要无条件满足对方的要求。其实我以前特别怕做错事，总是战战兢兢的。
小文对我说，每次小刚发脾气，我都会下意识地反思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从来没想过问题可能出在他身上。在台湾的日子里，小文慢慢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他不再为了迎合别人而委屈自己，也学会了在遇到问题时理性沟通，而不是一味忍让。阿正对小文的变化感到非常欣慰，我最喜欢现在的你，有自己的想法，敢于表达，这才是真正的伙伴关系。阿正经常这样鼓励小文。婚后半年，小文在台中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他的英语和普通话都很好，可以帮助公司处理大陆和国际业务。这份工作不仅给他带来了经济独立，也让他接触到了更多的台湾当地人，拓展了社交圈子。工作中，小文发现台湾的职场文化和大陆有很大不同。在大陆，加班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领导的权威不容挑战。但在台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被放在首位，上下级之间的沟通更加平等和开放。我们老板从来不要求我们加班，如果有紧急任务需要处理，他会提前和我们商量，问我们是否方便，而不是直接下命令。小文惊讶地发现，而且这里的同事都很友善，不会因为我是外地人就排挤我，反而会主动帮助我适应环境。工作之余，小文也开始学习台湾当地的风俗和习惯。她跟着婆婆去庙里拜拜，学习如何准备贡品。周末和阿正一起去夜市尝遍各种小吃，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融入当地生活。丽姐，你一定想不到，我现在还会说一点台语了。小文骄傲地在视频中向我展示她新学的台语。我公公说我学得特别快，发音也很准。就在小文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平静幸福地继续下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她怀孕了。得知这个消息时，小文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她和阿正的爱情结晶即将到来，害怕的是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当好一个母亲，毕竟她的第一段婚姻给她留下的阴影实在太深。她生怕自己无法给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我好怕我会像我前夫那样控制孩子，伤害孩子。小文哭着对阿正说出了她的担忧。阿正轻轻地抱住她，安慰道：你不会的，你是世界上最温柔、最有爱心的人。我们会一起学习如何做父母，一起给孩子最好的爱和教育。婆婆和公公知道这个消息后也非常高兴，但他们的反应再次让小文感到意外。孩子，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自己和肚子里的宝宝，家务活我们来做，你只管休息。婆婆拉着小文的手说，我知道在大陆可能有些不同的习俗和讲究，但在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你的健康和感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在接下来的孕期里，小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爱和照顾。阿正每天下班后会给她按摩腿部，缓解水肿。婆婆变着法子做各种营养丰富的食物，公公负责接送她去医院做产检。一家人齐心协力，就是为了让小文能够安心、快乐地度过孕期。以前我总觉得怀孕生子是女人的事，男人最多就是出点钱。小文对我感慨道，但阿正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他参与到怀孕的每一个环节，陪我去上孕妇课程，一起学习如何护理新生儿，甚至连婴儿床都是他亲手组装的。怀孕7个月的时候，小文的父母来台湾探望她，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台湾，也是第一次见到女婿阿正和他的家人。我爸妈其实一开始是不太同意我嫁到台湾的。小文告诉我，他们担心距离太远，有什么事照顾不到，而且他们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觉得那边不如大陆发达。但当他们亲眼看到女儿在台湾的生活状况，看到女婿和其家人对女儿的关爱和尊重，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了。妈，我现在真的很幸福。小文拉着母亲的手说，阿正和他的家人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尊重和爱，让我明白了婚姻的真谛。小文的母亲流着泪点点头，只要你幸福，妈就放心了。阿正是个好孩子，你们一定会幸福的。小文的父亲虽然话不多，但从他看女婿的眼神中，也能感受到他的认可和感激。就这样，两家人其乐融融地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小文的父母回大陆后，经常和亲朋好友分享女儿在台湾的幸福生活，也纠正了他们对台湾的一些误解。其实台湾的生活水平挺高的，街道整洁，空气清新，医疗服务也很完善。小文的父亲对亲友们说，最重要的是那边的人特别友善，特别尊重女性。孕期的最后1个月，医生建议小文住院待产，阿正立刻请了长假，每天陪在她身边。婆婆也搬到了医院附近的短租公寓，随时准备提供帮助。阿正，你回公司上班吧，别耽误工作了。小文不忍心看着丈夫为自己牺牲那么多，工作可以等，但你和宝宝不能等。阿正坚定地说，我想亲眼看着我们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也想第一时间抱抱他。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小文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重7斤3两。当护士把婴儿抱到他面前时，小文和阿正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看，他长得多像你。阿正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小脸蛋，激动地说，我觉得他更像你，特别是这个鼻子。小文笑着说，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他们给孩子取名叫阳光，希望他能像阳光一样温暖明亮，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光明和希望。产后恢复期间，小文再次感受到了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婆婆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和婴儿护理工作，让小文能够好好休息。阿正则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营养餐，确保她有足够的奶水喂养宝宝。你知道吗，丽姐？小文对我说，在台湾，男人参与育儿是很普遍的事情。阿正的同事们都会主动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而不是像一些大陆男人那样觉得这些都是女人的事。确实，两岸在性别观念上还是有一些差异。在大陆，尽管年轻一代的观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在一些传统家庭中，女性依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责任。而在台湾，夫妻平等分担家务和育儿责任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小阳光的到来，让小文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台湾的生活方式，慢节奏，重家庭，讲究生活品质。她也开始思考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如何做一个称职的母亲。我决定等阳光满1岁后再回去工作。小文告诉我她的计划，我想亲自照顾她的成长，见证她的每一个第一次。阿正完全支持小文的决定，家里的经济状况不错，你不用急着回去工作。他说，孩子的早期教育很重要，有你在身边，对他的成长会有很大帮助。就这样，小文开始了她的全职妈妈生涯。她学习婴儿护理知识，参加育儿讲座，和其他妈妈交流经验。婆婆虽然有丰富的育儿经验，但从不强制小文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而是尊重小文的选择。每个妈妈都有自己的育儿方式，只要孩子健康快乐，怎么做都是对的。婆婆常常这样鼓励小文。阳光一天天长大，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每一个进步都让全家人欣喜若狂。小文特别珍惜这段时光，她常常在朋友圈分享小阳光的成长点滴，也和我视频分享她的育儿经验。丽姐，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小阳光能够在一个充满爱和尊重的环境中成长，成为一个善良、勇敢、有担当的人。小文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看着视频那头的小文，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不再胆怯，不再自卑，而是充满自信和力量。他的眼睛明亮而坚定，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就是爱和尊重的力量。它能够治愈伤痕，重建信心，让一个人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就在阳光2岁生日那天，小文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她的前夫小刚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了。尽管两人早已没有任何联系，但听到这个消息，小文还是感到一阵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感受。小文对阿正说，我不恨他，但也不原谅他对我做的事，只是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心里还是有些难受。阿正理解的点点头，这很正常。不管他做过什么，他曾经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你可以为他感到难过，这不代表你软弱或者忘记了过去的伤害。小文决定给小刚的父母打个电话，表示慰问。
虽然婚姻失败了，但她并不想和钱公婆彻底断绝关系。通话中，钱婆婆哭得不能自已：“小文啊，是我们没教好儿子，害了你。”老人家哽咽着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很愧疚，也一直想联系你道歉，但又怕给你带来不好的回忆。”小文安慰了钱婆婆一番，也告诉她自己现在过得很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听到小文生活得很好，钱婆婆似乎松了一口气。挂断电话后，小文长舒一口气，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过去的伤痛和阴影随着这个电话似乎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和和解。我想，我终于能够彻底放下过去了。小文对阿正说：“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尊重。”阿正紧紧抱住小文：“我们的未来还很长，会有更多的幸福等着我们。”是啊，小文的故事告诉我们，爱情和婚姻的本质是尊重和平等。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两个人才能真正做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成长。而跨越海峡的两岸婚姻，虽然有文化差异和地域隔阂，但只要彼此真心相爱、彼此尊重，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建立一个温馨幸福的家。至今，我还记得小文在视频里对我说的那句话：“丽姐，谢谢你把我介绍给阿正，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原来爱不是控制，不是伤害，而是尊重，是珍惜，是在对方最脆弱的时候给予最温暖的拥抱。是啊，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段感情都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希望每个人都能像小文一样，勇敢地走出阴影，遇见那个真正懂得尊重和珍惜自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正在经历家暴或者不平等的感情，请一定要勇敢地说不，勇敢地寻求帮助。记住，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爱情，更好的生活。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